昔时，道期有能诗者5人，世人竟称之为五歌仙。一年，翠光前往天守阁觐见，将诗集献与大人品鉴。岂料魁之翁所著诗章中，竟有一页被人撕去，翠光因而受到盘结。翠光俯首引咎，禀明其昨夜曾于酒肆中豪饮，酒酣恍惚中，似有身影凄近。来人正乃魁之翁是也。此番曲折，皆起于一不具名之人。魁之翁受其胁迫，无奈以非常手段取回诗稿1页。至于该人行事缘由，他全然不知，只知诗中所记，事关故交赤人。赤人亦曾为五歌仙之列，每咏新词必留朱印，其名中之赤，即出于此。如此善文之人，于去岁所献诗中，竟有一作窃自他人。赤人因罪流放，歌仙5人，仅余4人。墨染遍阅赤人诗集，唯见剽窃之作缺少朱印，遂将赤人诗集进入溪水，以为有窃来之诗上，墨迹随波散去。魁之翁从旁路过，睹物思人，遂将所见之事记入诗中。由是便有翠光献诗一事，一番风波就此伏定。说起来，五歌仙里不是还有一个黑主吗？现在岂不是在他完全没有出现的情况下，五歌仙的故事就结束了？其实现有的4篇诗歌里，已经包含了黑主的故事。咦，真的吗？事情的关键就在于魁之翁看到墨染清洗诗集后写出的那首诗。少女在溪边清洗赤人诗集的情景，对于普通人来说完全不明所以，甚至就连魁之翁也不明白墨染的行动意味着什么。他只是单纯的睹物思人，回忆起了故交。不过对于陷害赤人的犯人来说就不一样了，只有他担心，如果这首诗被将军看到，将军就有可能发现赤人抄袭事件的真相，那他可就要完蛋了。所以他才会铤而走险，威胁魁之翁把那首诗撕下来。原来那个威胁魁之翁的家伙就是陷害了赤人的犯人。对，因为这些诗作虽然只有4篇，却讲述了五歌仙的故事。既然诗中的将军肯定不是歌仙，剩下的出场角色就只有那个身份不明的神秘人了。五歌仙的故事情节和我们周围发生的事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，那么在现实当中，会不会也有这样一个黑主存在呢？现实中的黑主？